沈娘连我也不认得了。你是？沈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欣赏，把我当年说的离万年永远之机都弃之东洋大海了。沈娘那是怎样疼我，如今就忘在九霄云外了。常言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。又道是登高必跌重。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，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祖了？你不是死了的人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是我，奶奶。今儿夜里，我听说奶奶没睡什么觉，我这会子过来替奶奶捶着，好生打个盹儿吧。你瞧，这会子不是我十望八望的时候。苗我要是死了，剩下这小孽障，还不知怎么样呢。奶奶这怎么说的？大五经的，何苦来呢？你哪里知道？我是早已明白了。我也不久了，虽然活了25岁，人没见的也见了，没吃的也吃了，也算全了。所有这世上有的也都有了，气也算赌够了，枪也算争足了。如今就是这寿字上缺一点，也罢了。姐，别哭别哭，哎呦，别怕别怕啊！来，看子，别怕。你这会子不用假慈悲，我死了，你们只有欢喜的。你们一心一计，和和气气，省得我是你们眼里的刺儿似的。只有一件，你们治好歹，只疼我这孩子就是。别扯你娘的臊了，哪里就死了，哭得这么痛，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。奶奶说的这么伤心，忍不住掉了眼泪。回老太太，三花寺的姑子大了来了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给二奶奶请安。坐吧。这一向怎么不来？前月为王大人府里不干净，见神见鬼的，因此我们要在散花菩萨跟前许愿烧香，做49天的水陆道场，所以我不得空来请老太太的安。这散花菩萨如何能辟邪除鬼？有何凭据吗？一个佛爷可有什么凭据呢？就是扯谎，也只不过哄1、2个人罢了。难道古往却说凤姐素日最厌恶这些事的，自从昨夜见鬼，心中总是疑疑惑惑的。
如今听了大了这些话，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3分信意。既这么着，明儿我也去试试。你庙里可有签？若我心里的事儿签上批得出来，从此我就信了。我们的签呐，最是灵的，奶奶明儿去求一支就知道了。这里凤姐勉强挣扎着，到了初1清晨，令人预备了车马，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至三花寺。那凤姐儿也无心瞻仰圣像，一秉虔诚，磕了头，举起签筒，默默地将那见鬼之事令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一回。33钱，上大吉。这签语是王熙凤衣锦还乡。这古人还有叫王熙凤的？奶奶最是博古通今之人，难道连汉朝的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事都不晓得了吗？前年李仙儿还说了一回书的，我们还告诉他冲着奶奶的名字呢不能叫的。可是呢，我怎么倒给忘了？去国离乡20年，如今衣锦返家园。风采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音信达，送一和，婚在意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奶奶大喜，这一签啊巧得很。奶奶不是自幼在这里长大的吗？何时回南京去了？如今呀，老爷放了外任，便携着家眷顺便返家。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吗？次日，探春将要起身，来辞贾母、王夫人等，自然难割难分。探春便将纲常大体的话说得贾母转悲作喜，于是探春放心，辞别众人，竟上轿登乘水舟车路而去。太太，请保重。姨娘。我走了。先前众姊妹们都住在大观园中，后来贾妃婚后也不休戚。到了宝玉娶亲，林黛玉一死，史湘云回去，宝琴在家住着，园中人少，况见天气寒冷，李纨姊妹、探春、惜春等俱挪回旧所。如今探春一去，宝玉病后不出屋门，一发没有高兴的人了。所以园中寂寞，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。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，因天晚省得套车，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，觉得凄凉满目，苔藓依然，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，心中怅然如有所失。因到家中，便有些身上发热，扎正1、2天，竟躺倒了。请夫人，哎呀，还
这真是。救我来！救我了！城里的来叫我来了！我不要！贾珍便命人买些纸钱送到园里烧化。果然那夜出了汗，便安静些。到了次日，也就渐渐地好起来。过了些时，果然贾珍患病，竟不请医调治，轻则到原画纸许愿，重则详心拜斗。贾珍方好，贾蓉等相继而病。如此接连数月，闹得两府惧怕。从此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夭。那些看园的没有了想头，个个要离此处，每每噪言生事，便将花妖树怪编排起来，各要搬出，将园门封固，再无人敢到园中。那金贵原是个水性人，哪里守得住空房？况兼天天心里想念薛科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。哎呦，二爷今儿高兴，哪儿喝了酒来了？宝婵姑娘，这不是今天是张大爷的好日子吗？所以被他们挤住了，喝了半顿。你看到这个时候脸还发烧呢。哟，瞧瞧，自然人家万人家的酒比我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的。嫂子说的哪里的话？哎，这么说你的酒是用犟着才肯喝的呢？我哪里喝得来啊？不喝也好，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，连娶了你们奶奶，像我这样守活寡、守孤的呢。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嫂子，这是干什么？你只管进来，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。嫂子有什么话在这说就好。嫂子，请放尊重些。嫂子，嫂子，奶奶，香菱来了。哎呀，这死蹄子，这会子装是有魂的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，刚走出腰门，看见这般，吓回去了。从此金贵把香菱恨入骨髓，串通了宝蟾，哄骗薛姨妈。给太太请安。坐吧。太太，我年轻气盛，素日多有不好，惹得太太生气了。太太，好，坐吧。奶奶，快坐。姑娘那日说的是，不管大爷救得出救不出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过日子，方显得我们是至亲的一家人。阿弥陀佛，如果你真有这个心，那真是皇天菩萨开眼了。还望太太多担待，不计前嫌，我也多念几声佛，就保佑我们都好起来了。怎么不见香菱姑娘？她前儿在外头，不知受了什么惊吓，回来就嚷着心里不受用，这2天都是懒懒的，今儿也没起来吃饭。这不，刚要去请太医来的。我真是有句话想回太太呢。我如今一个人，那屋里也冷清，想着让香菱去做个伴。你守着宝蟾要香菱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香菱是你不爱的，你何苦找气受呢？我认真悔过了，过去是我太要强了些，总是这样闹。细想，我也无趣。若香菱总在外头，也让别人说闲话，说我屋里容不得人。再则，与太太的脸面也不好看。
奶奶，太太，你们这是……哎呀，快起来啊！来，太太若不依，便是不肯恕我之过。太太您答应了，我才起来。太太，求求您，就依了奶奶吧。去把香菱叫来吧。是。香菱，好喝汤了，专门为你做的。多谢奶奶。奶奶，哎呀，奶奶烫哪里了？要不要紧？哎，别，没事没事，你好生休息。过会子我再做了来啊。不用了，奶奶，真的不用了。宝蟾，打水来，把地泼净了。我来吧，奶奶。哎，使不得。宝蟾，哎，这会子我倒使唤不动你了。你既不愿扫地，去厨房再做2碗汤来。过会子我和香菱一起吃。不用了，奶奶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奶奶别着凉了啊！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话说这日忽听贾政被节度使参了，贾琏连忙打听回来。太太，方才，姨太太，方才打听到老爷他……到那边说吧。方才打听到了准信儿，果然老爷被参，着降3级，嘉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，令即日回京。有知情的官员说，老爷是个好上司，只是用人不当。那些家人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欺凌属员，已经把好名声都给弄坏了。唉，果然这样，何家倒也放心。那外任是何尝做得的？若不是参回来，只怕叫那些混账东西把老爷的命都给坑了呢。太太知道，自从你老爷放了外任，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，把家里的倒掏没了好些去呢。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，在外头没多几时，他们家里的小老婆们便金头银面的装扮起来，可不是瞒着老爷在外面弄钱吗？你叔叔啊，就由着他们闹去。若弄出事来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。太太说的极是，方才我听见参了，吓得了不得，只等打听明白了才放心。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二爷呢？二爷不在家，太太可怎么办呢？这怎么竟像是服了毒的样子？金贵，金贵，奶奶，奶奶，金贵，不得了了，奶奶死了，奶奶死了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香菱。是香菱，是你要死了，奶奶！是不是你要死了，奶奶？我没有啊！是你就是你的！你和奶奶喝了一样的汤，为什么奶奶死了你没事？太太，我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！就是你，太太，刚才我一个人出去，就他们2个在房间，不是你是谁？太太，我冤枉啊！就是你害死了奶奶，就是你害死了奶奶！
家奶奶突然死了。呸！这种女人死了就死了，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。太太，我们太太只是急得没了主意。宝钗又一口咬定是香菱姑娘是要肯了去送官呢。罢了，莲儿，你就过去看看吧。哎呀，我可再也经不起吵闹了。那夏家父亲已没，只有母亲，又过继了一个混账儿子，把家业都花完了。那夏家本是买卖人家，如今没了钱，哪顾什么脸面？进门也不打话，便儿一声肉一声的要讨人命。有什么好说？还我儿的命！亲家太太，你且请看看自己的女儿，问问宝钗，你再说白话也不迟啊。不是你们害的吗？我这好命的儿啊！你们安的是什么心呢？我的女孩在你们家里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两口子招打怒骂的，你们还商量着把女婿弄进牢里？不是啊，不见面，你们伤着好亲家，受用也就罢了，还嫌他碍眼啊！叫人把他害死，还说他服毒，他为什么服毒？你听我说，你就是亲家太太呀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与我们家姨太太有何相干呢？你也犯不着这么糟蹋呀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他就是我们家的亲戚，贾府里的。贾府怎么着？你还想打人？大太太怎么会动手啊你？动手啊你！仗着府上的势头打我母亲是不是？我今天跟你说，放肆！还不快快放下！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太太，求你放了香菱吧，咱们犯不着白害人。我见官自有我的话。你原是个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里头？你有话索性说了，大家明白，岂不完了事呢？好，我说，以前奶奶总是在埋怨，说为什么没配给二爷，倒配了大爷这么个混蛋。后来奶奶就老说，她说要是能同二爷过一天，死了也是愿意的。听听，这就是你的好女儿。奶奶每次说到这儿，便恨香菱，她觉得香菱跟二爷挺和气的。谁知道后来奶奶竟与香菱和好了，我知道是香菱把奶奶给哄转了，谁成想昨儿的她是不怀好意。越发胡说了！要想要香菱，为什么倒要了自己？香菱，昨日你喝汤没有？喝了。我老实说了吧，昨儿太太叫我做2碗汤。不是太太，是奶奶。奶奶叫我做2碗汤，说是要和香菱同喝。我心里气不过，也不知道奶奶唱的哪一出。前一阵还眼中钉一般，这会子待香菱又这样好起来，我想着都是一样人，香菱哪里就配我给她做汤喝了？我越想越气，就故意在碗里头抓了一大把盐。正巧我身上还带着奶奶前日让我蒸的胭脂膏，我就挑了一点，在碗边做了暗记。我正要把2碗汤端到房里去，谁知奶奶就走了进来。我来端吧，你去外头雇辆车，我晚上好家去的。是。
叫了车进奶奶房里来，见正好是盐多的一碗汤在奶奶跟前，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，我就想先岔开她。奶奶，车叫好了，在后面等着，您去给看看成不成？干什么呢你？哎，没干什么，奶奶，我先下去了。香菱，好喝汤了。头好晕呐，喝了汤就不晕了。来。这就对了。这可就是天理昭彰，自害其身了，便将香菱也放了。金贵母亲心虚事实，自己出去拦宴。薛姨妈命人买官成殓，不提。今日贾政江西粮道被参回来，在朝内谢过罪，幸喜没有什么事。贾政然后回家，直接来见贾母。母亲，不孝儿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也老了，白头发越来越多了。儿子远走经年，母亲一向安康啊。都好，都好。三丫头怎么样了？啊，儿子起身急促，未得亲见。这么说，三丫头竟是孤身一人在那边了。那边亲家来人说极好，老太太就不必担心了。原来说京东明春大约可能调进京来，只是如今闻那海江有事，恐怕暂不能调。罢了，只要他好也就罢了。你才原路回来，你太太在荣禧堂设下了宴席，和弟兄子侄吃了酒，就早点歇着吧。明儿一早再去拜祠堂。是。我因官务在身，常年在外，家中老小多蒙子侄们辛劳照料，今日略备薄酒，请随意斟酌吧。众亲朋因老爷回家，都要送喜接风。贾政再次推辞，竟在荣禧堂设宴请酒，亲朋男眷相聚叙谈。且说贾母那边，女眷也摆家宴，唯独宝玉坐在贾母身边。宝玉不到外头，恐他老子生气。我看宝兄弟呀，也不是怕人，
他见前头陪客的人也不少了，所以在这里照应也是有的。倘或老爷想起来那里缺人了，太太把宝兄弟献出去，岂不是更好？凤丫头病到这地步，这张嘴还是这么坚强。有一锦衣府的赵堂花赵老爷，带领好几位司官，说是要拜访老爷，已经进门了。请老爷同爷们快接去呀！这个赵老爷，我和他并无来往，有没有请他？他怎么来了？老爷快去吧，别想了，再迟了恐怕人都要进来了。郑老爷，一向少见。赵老爷，请进，上茶。赵堂官，好，里边请。西平王驾到！给王爷请安。王爷已到，回来的各位老爷就该带领翻译把好前后门。如今满堂中宴席未散，享有亲友在此未便，且请众位府上的亲友各散，独留本宅的人听候。王爷虽然恩典，但东边的事，这位王爷办事认真，想是早已封门，与众位无关，只管就寝。来人呐，在！把这些亲戚好生的送出去，告诉锦衣府的官员，这都是亲友，不必盘查，快放出。王爷，假设听旨。臣在。假设交通外官依势凌弱，辜负朕恩，有忝祖德，周革去世职，钦此。来人，拿下假设。其余人等皆押着外头下房看守，传其4员，带同翻译，分头暗房抄查登账。慢！闻得舍老与郑老是同房各窜，理应遵旨查看假设的家资，其余暗房分锁。我们复旨去，再后定夺。回王爷，我却听说贾赦、贾政并未分家，贾政之儿贾琏现在成总管家，不能不进行查抄。贾琏、贾赦两处须得奴才带领去查抄才好。不必忙，先传信后宅，且请内眷回避，再查不迟。不许啰嗦，待本爵自行查看。跟我的人一个不许动，都给我站这儿候着。回来一起瞧着登书。是。别怕！请别怕！林姑娘，快传进去，让太太回避。王爷他们要查抄家产呢。豆豆上穿靴戴帽的强盗来了！范相盗龙呢？拿东西！老爷呢？老爷在哪里？不好了！我正欲解释饭，只见外耳被人拴着进来说，外头王爷查抄家产来了。我正要拿着要紧东西，被一伙人昏
推魂赶得出来了，这伙人便在屋里混饭混拿的。咱们这里该穿该戴的快快收拾，只怕也要摸到这里来了。顾姐姐，王丫头，王丫头，奶奶，快把凤凰抬到炕上去，快点！老太太，哎呀，老太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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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！来人！姐姐，在内查出御用衣裙，并无数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动，日来请示王爷。报！东跨所抽出2箱房地契，有1箱借票，却都是违例取利的。赵堂官到，好个重力盘剥，很该全抄。请王爷就此坐下，叫奴才去全抄再夺吧。守门军传进来说，主上特命北静王到这里宣旨，请爷接去。晦气，碰着这个算盘。北静王到，有旨意，锦衣府赵全听宣。锦衣府赵全接旨。奉旨意，着锦衣府赵全为提假设质审，于交西平王遵旨查办，钦此。接旨。赵堂官，你且先提取假设回衙，这里头自有本王与北晋王依旨查办。押假设回衙。我正与老赵生气，幸得王爷到此降旨，不然这里很吃大亏。我在朝内听见王爷奉旨查抄贾府，我甚放心，谅这里不致荼毒。不料老赵这么混账，但不知现在郑老和宝玉在哪里，里面不知闹得怎么样了。回禀王爷，贾政等人已在下方看守着，里面已抄得乱腾腾的了。快将贾政带来问话。是。请2位王爷救命啊！郑老请起。郑老放心，圣上目今只提舍老一案，你等尚无干系。谢圣上恩典。郑老，在。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候，翻译成禀，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，我们也难掩过。这禁用之物原办进贵妃用的，我们声明也无碍。独是这借券，想个什么法子才好。如今郑老且携带资源，实在将舍老家产呈出，也就了事。切不可再有隐匿，自甘罪孽。犯官不敢。犯官的祖宗，他的遗产并没有分过，唯有个人屋里的东西变为己有。这也无妨，唯将舍老那一边所有交出就是了。是。你们现去查办，且不许胡混乱动。是。王爷。赶到了贾母之后，贾琏扶了凤姐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只见香开柜破，物件抢得半空。此时记得两眼直竖，淌泪发呆，一切都用家伙暂停登记，以及文官子弟俱一一排列。其房地契制，家人文书，依据封国，在屋里抄出来的，奴才敢说不知道吗？求王爷开恩呐！奴才叔叔真的是不知道。你父亲已经获罪了，只可并案办理。如今你认了，也是正理。谢王爷。如此，叫人将贾琏看守，余者聚散，收宅内。
郑老，你需小心后旨。34件，我们境内复旨去了，上用蟒段营手，这里自有官役看守。工装1裙8套。郑老，请放心。多谢王爷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老爷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我天天劝他，这些不长进的爷们儿，他拿我当做冤家了。爷还不知道乔大哥的太爷受的苦啊！如今到了这步田地，甄大爷和荣贺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，里头的女主们也让府里的衙役抢得披头散发，戳在一个空房间里头啊！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，就像猪狗似的给拦了起来呀！完了完了，不料一败涂地到如此啊！